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那我这次其实去日本呢，其实逛了一些二手店，所以今天就特别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逛二手店的心得。那我这些主要逛的二手店呢，就是集中在东京地区，我会跟大家介绍9家的一个二手精品店。那其实我也蛮常被小伙伴问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日本二手店买东西会不会买到假货？那我必须说，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买到假货。不过因为日本他们对于二手店的规范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，一旦他们被发现假货，其实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罚款，然后甚至有可能是会被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选择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信誉、比较大家的这种店家呢，其实我觉得买到假货的疑虑是低的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今天会介绍哪些二手店呢？其实大概日本的二手店分为2大类，第一大类它专攻我们讲的 vintage 品项的，它可能都是有很多像是爱马仕啦，或者是 Chanel 他们可能2000年之前的一些产品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些绝版的产品，就是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一些产品呢，其实就可以去这个类型的店家。那这个类型的店家我今天会介绍5家，其中最知名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有Chanel博物馆之称的 Amon， 然后 QO 都属于这个类型。那第2大类呢，其实是大家随便在东京街头，不管是银座啦、新宿啦、元素啦，其实都会看到，就是一般的大型的精品二手连锁店。那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什么品项都有，什么品牌都有，然后特别是越红的款式、越新的款式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店家，大概就是大黑屋啦、Burn Off。那我这次其实有一些新的店家的发现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。第一个我去的店呢，其实就是非常知名的网红店，就是 Amon 的店家的位置呢是在表参道。它的表参道现在其实已经开了4家店的，其中2家是以 Vintage Chanel 为主。那包含最知名的粉红色这个 Chanel 的包墙，它是一个2面的，非常的漂亮，大家一看到就会看到那个 Chanel 包墙。那它的地下室呢是 Chanel Wardrobe， 最主要卖的呢就是它的一些Vintage 的二手衣物，他们有非常多厉害又经典的款式。其实如果大家喜欢 Chanel 的衣服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也去看一下。那它还有另外一家呢，是也是在它的附近，它主要是卖不是 Chanel 的品牌，比方说是爱马仕的品牌啦，或是 Dior 啦、LV， 那就是这家店。那当然，如果是男生，其实也不用太过失望，他这几年开了一家店，就是 Amon 的 Gentleman， 光名字你就知道，他卖就是一些男生的包包啦、香包啦，然后或是衣服啦、配件之类的。我这次只有逛前面3家店，那我们就先来看它最知名的这个 Chanel 博物馆的店。其实一进去，大家马上就会看到，就是黑金的 Classic Flap 的一个经典包款，满满的墙都是，从 Medium 啦、Jumbo 啦到那个 Maxi Classic Flap， 就是所谓的背扫包，通通都有。我个人也买了一个Maxi 的 Classic Flap，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那材质就是各式各样，有励志的牛皮啦、羊皮啦、天鹅绒啊、印花布料。这边看到的就是早期的这种 PVC 的透明包款，还有 Chanel 的购物袋啦、豆腐包啊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漆皮爱心包。另外一面就是金灿灿的 Vintage Chanel 包墙。这种金色、黑色的包啊，大家这种早期才会有这种超粗的18K 金的链条，看起来真的超美的。其实除了黑色、红色之外，喜欢驼色的人呢，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你的爱。这个紫色包款我超喜欢的，特别是这种大的那种大 logo， 这大 logo 也是18K 金的现在大概也是只有在 Vintage 店才可以找得到了。大名鼎鼎的字母包来了，除了基本的黑金款的羊皮之外呢，还有金属色跟3D的材质，这些包包啊现在都是天价了。那我个人最爱的这个就是 Duma 包包，我这个 mini Duma 其实也是就是之前在 Amon 的网店买的，但我真是超失望的。我记得我几年前去 Amon 的时候啊，满满的一面墙都是 Duma 包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然后有 mini size 的，然后也有这种 regular size 的。但这次啊，我基本上只看到2只 Duma 包包在 Amon 的店里面，一个好像是红色的，就是这个金属光泽红色的，然后跟我手上的这个黑色的，其他的几乎都没有看到了，而且它已经不是放在墙上，它是锁在柜子里面了。另外一个我觉得超厉害的就是 Amon 的这个 Vintage 的饰品。超漂亮啊！大家看一下它的 Vintage Chanel 耳环的 collection 啊，真的超级的多的。18K 金，然后大的 Chanel logo， 还有这种流苏熔岩系列，还有
蝴蝶结啦、珍珠啦、爱心、十字架等的这种满满的耳环啊。其实我喜欢耳环的小伙伴，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来耳梦看一下。那另外一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逛的是耳梦，它有一家是在2楼的，它是专门卖就是除了Chanel 之外以外，所有的品牌都在这边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现在耳梦有个新的规定啊，就是他们会管控店内的客户人数。所以如果今天客户人数比较多，他就会请在外面等。那店员会看一下，就是说，人数大概 OK 啊，就把你放进去。那2楼这家店呢，其实一进去大家就会看到。第一面墙你就会看到非常大型的 LV， 然后还有满满跟村上隆联名的，我马上就是被那个熊猫就吸走了。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村上隆那只熊猫娃娃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其实跟熊猫娃娃一起摆着，还有就是早期的 LV 的 Mirror 系列也在这边，然后还有像一些村上隆的联名啊，像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这个黑白3彩，然后还有樱桃包啦、樱花包，然后以及满满的 Speedy 都在这边，大家都可以找到。其实我觉得耳梦最大的特色是它包包的状况的诚心condition 啊都非常好，就是说没什么受损，然后可能大家都可以蛮容易在这边找到可能 A 级以上的一些产品。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就是非常的贵，所以其实在耳梦这边呢，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在这边掏的就是一些平常你看不到的东西。如果这个东西你在别家店有看到，其实你就在别家店买就好了。原因是因为它都会比别的店的溢价可能20%到50% 之间，其实有蛮高的价差的。那除了中间区块大家可以看到 LV 满满的村上隆联名款式之外呢，它其实把所有区块分成右边跟左边。其实你一进去的左手边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迪奥跟芬迪满满的老花款。但实话说啦，老花款是非常容易找到的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一般的店买就好了，就不用在耳梦买，因为耳梦真的就是会比较贵。那其实除了芬迪跟迪奥的老花款之外呢，其实它也有一些就是芬迪的法棍包，那包含刺绣款的，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看的。那我比较觉得一个比较特别想跟大家介绍，其实是 Louis V， 它很早期有出过这种蛇骨包。就它是蛇骨的这种环的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优雅，然后它是可以做手提，然后也可以做就是单肩背，我觉得它还蛮适合上班的。其实我本来有想要买，然后它有2个颜色我都觉得挺好看的，一个是绿色的这个包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就是大地色系。那只是后来呢，就是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包包的状况，因为我个人觉得大地色系的状况是比较好的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绿色，那绿色我又觉得包况没那么好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买。但我还蛮推荐这个系列给大家，这个也是现在不再出的一个系列了。那其实讲到迪奥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迪奥的马鞍包。那马鞍包除了就是非常经典的老花之外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特殊的系列，偶尔会有一些好看的特殊系列，其实在耳梦这边偶尔也会出现。那当然啦，我觉得所有卖二手精品呢，少不了的品牌就是爱马仕。在耳梦的这家店呢，其实有一个区域专门配给爱马仕，它有的爱马仕其实我都觉得挺特别的。其实我一进去看到爱马仕的这个帆布拼 box 皮的这个 Kelly 包啊，其实挺好看的，它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勃艮第红色，所以我喜欢这个系列，在这边还蛮多个不同的 size 可以选择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，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的包包，就是这个蜗牛包包。我觉得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像是Pratique H 工坊做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其实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包挺可爱的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 Kelly 家族的，然后这边的 Kelly 家族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些蛮多现在已经不再出的款式。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Kelly， 这个 Kelly 其实是比较像腋下包的 Kelly， 它没有 Kelly 的这个耳朵，但还有所有 Kelly 的元素，也是挺好看的。不过其实这只包非常贵哦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灰色的那一款啊，因为状况非常好，我其实一开始有点心动，但我记得。折合台币大概也要50-60万吧，所以我就缩手了。它的定价真的太高了。然后另外它会有的呢，基本上就是 Kelly Sport 的系列，然后还有 Vintage 老款的这个Kelly Ado 这边也有，不过颜色上面我就觉得没那么好看。那当然不可以少的，当然就是非常我们讲的珍稀皮革的 Kelly 这里也有。其实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珍稀皮革的 Kelly， 或者是普皮里面比较特殊的小号的，它都放在玻璃柜里面，因为这就比较珍贵嘛，价格比较高，所以都是需要他们帮你取出来才可以看的。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电光蓝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已经在拍卖会炒翻天的 Kelly Doll。哇，它这边只有3个颜色，其实蛮厉害的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应该也蛮多人没看过，就是
macro 的这个 Birkin， 就是超级迷你，大概只有15公分的 Birkin， 而且它的颜色很特别，既然是这种荧光色系的。那其实，在Hermès里面，我看到有一只包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是这个 Blue Jeans 的这个 Birkin，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那另外一家非常知名的网红店，我觉得只要大家 Google Vintage Chanel 一定会找到的店就是 QOO。QOO 基本上它的店呢也是在Hermès的附近，然后其实Hermès跟 QOO 啊，它都有官网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上官网去看，他们都有运送海外。那 QOO 的这家店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占地还算蛮大的，它是分2层楼。一楼呢是比较一些基本的款式，然后或者是它的一些 vintage 的衣物都会在这边。那其实一进去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就是非常开阔的，就是挑高的一个空间，其实逛起来还蛮舒服的。那他们的1楼啊比较多Chanel 的一般的基本款，比方说一些黑金的 classic flap 就会放在这边。那我觉得1楼最值得看的是它有那个透明的玻璃柜，里面有放着的是Chanel 的耳环。我刚刚其实大家有看到Hermès的嘛，Hermès其实非常非常厉害。其实 QO 这边也不遑多让，我觉得它这边也蛮多厉害的款式。那其实包含了就是一些金灿灿元素的耳环以外呢，它其实有另外一柜呢是专门放一些特殊材质的，比方说绿松石啦，然后或者是琥珀啦，其实我觉得也蛮值得一看的。不过老实说 QOO 的基本款，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还好。它的2楼比较值得一看，大家一到2楼它所有的包包，因为可能都是属于现在比较珍贵的款式，所以它全部都锁在玻璃柜里面。那包含了我刚刚讲的 Duma 啦，这样子的包包其实就在玻璃柜里面。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，它到底有哪些好货呢？其实我觉得每一家网红店呢都会有这个Chanel的木箱，这个木箱非常厉害，它好像是全球大概当时生产不到100只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在Hermès QOO你们都会看到这只木箱，其实是蛮厉害的一只包。然后当然不可缺少就是被水原希子炒红了这个漆皮的爱心包，它也有圆形的包款，现在这一只包呢也是属于100万的价格，我讲的是台币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，我其实没有在别家店看过，是这个玳瑁的化妆包，它上面这泡看起来蛮像玳瑁的，本人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当然满满的 mini CF 也是不可少的，还有母子包咯，母子包又来了。那 QOO 这边呢，其实除了基本的羊皮款之外呢，也有不同色系的 3D。那在这边 QOO 呢，我同样就看到我个人非常热爱的 Duma 背包，它这边的 Duma 背包比较特别，它是黑色的天鹅绒，也是属于特殊材质的，一样就是被锁在玻璃柜里面。那其实它有一个区块专门是放爱马仕的，那 QOO 的爱马仕里面呢，它是属于一些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的经典款，比方说 Birkin 啦 Kelly。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我看到了2只 Kelly 啊，就特别有一个颜色是 Blue Jeans，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看的一个颜色，而且它的状态还蛮好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Mini Evelyn 的 Vintage 款，大家应该很少看到这个款式，它出现了一支就是有点像苹果绿的这个颜色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跳色包包的人，这支包包可以看一下。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店内看到的价格啊，因为我们可以退税嘛，所以未税价好像是4万多块的台币，其实还蛮值得买的欸。第3家跟大家介绍的店叫 Dico， 可能有些人有去过，它其实在日本有非常多店。那我这次是有知道的是青山跟新宿店。那其实这家店我第一次去是几年前，我在京都的指原附近有一家他们家的店，其实它还蛮可爱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算是都卖一些所谓的爱马仕或Chanel的 vintage 款，然后它的那个期间都是可能2000年之前的产品。基本上我觉得这边呢，你很难找到特殊款式，但是如果你要基本款式，这家店会有一些。那青山是它的总店，所以如果大家想逛这家店的话，东京我就会建议大家去青山店。新宿店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，是一个非常小的专柜，然后它的橱窗其实就摆了一些我其实没看过的款式，比方说Chanel有这种花布的。但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花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有点太乡村了。然后它的价格定位上面，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便宜的。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价格带啊，就是可能比Hermès跟 QO 好蛮多的。可是我这次在看呢，我发现其实它可能只比Hermès便宜一点点，但它的包包的包框 condition 其实并没有Hermès这么的好，而且它的款式都比较不特别，比较一些基本的款式。不过这家店大家如果来看的话，是可以看一下它的饰品，它有一些饰品我觉得还蛮好看，也蛮特别的。那像我这次其实就有看到Chanel这种有点海军风的这种耳环，然后甚至有那个哥本哈根瓷器那个蓝色的那个耳环，还蛮好看的。
那其实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表参道啦、青山啊、新宿之外啊，其实就卖 Vintage Chanel 呢，还有2家店呢，它是在代官山。这2家店相距来说比较近，可能蛮多人有听过是黑迪这家店。黑迪这家店它基本上也是有网店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它的官网上看，它是会运输就海外的，就是你住在台湾啦，或者是你住在别的国家，它是可以把你送出来的。黑迪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呢，它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我觉得 Vintage 品牌，特别像是 Chanel 啦，然后 Ferragamo 啦、Gucci 啦、芬迪的一些基本款式。它没有什么太吸引或太特殊的款式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包包基本上是它不收所谓的染整过的包包，所以它包包就是原本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它比较便宜，我刚刚介绍了很多店嘛，这家店基本上是我觉得算是属于 CP 值蛮高的一家店。我几年前在它这边买过贝桑包，我当时买的价格大概3年前吧，大概就是7万左右的一个台币，其实我觉得非常划算。不过我这次去黑迪有点失望，原因是因为他这次我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包款真的蛮少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其实这次去看了，我觉得包包的状况跟过去相比啊，没有那么的好。不过呢，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掏稍微价格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包包，这家店还是可以来一看的。不过就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说，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的品项啊，其实是Chanel 的耳环。它Chanel耳环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款式，它的确有特别的便宜，就是跟我刚刚介绍的店相比。代官山附近还有一家比较小家的店，它是在一个我觉得是像公寓的4楼呢，就是 Layer 这家店呢，它是有 Facebook 的，我不确定它有没有网站，但是大家如果在那个 Facebook 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店。那这家店呢，它虽然看起来非常小，它就是一个像工作室的大小，不过里面的东西真的还不少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有几个特色，第一个是如果大家喜欢 Vintage Chanel 的衣服的话，它有一些不多，但价格非常的好，而且我觉得它也算会挑款式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它 Vintage 的饰品呢也特别的多，而且它有蛮多就是90年代的 Vintage Chanel。然后 condition 呢，价格呢都还不赖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，如果你喜欢Chanel 的衣服或者 Chanel 的饰品，这家店非常值得一看。那其实它第2大类型呢，就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连锁的二手店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两个就是这种连锁店，大概一个就是大黑屋吧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Brand Off。那我这期还逛了另外2家店，一个是 Okura， 还有就是 Watchman。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逛的这个感觉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黑屋。大黑屋的总店啊是在新宿，它在新宿就有3家店，就是有本店、1店、2店。然后我还有逛了一个就是6本木，不过6本木东西真的非常少，非常不建议大家去。我觉得大家如果要逛大黑屋，就直接去新宿的总店看就好了。那大黑屋呢，它的总店在大陆上，所以非常的好找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家店呢，最好的一个特色是，它就是会在它的那个牌子上面很明确写出这个包包的 condition， 然后以及这个包包会有哪些配件，然后还有包包的价格，就是有税跟未税这样。所以其实你有兴趣，你再请店员拿出来给你看。那它的总店一进去啊，1楼其实就是以爱马仕为主，那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当然 Birkin、Kelly 不可少嘛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次还蛮特别，我有看到那个就是男款的新的那个背包啊，它这边有一颗。其实如果大家要找的是比较新的款式啊，我比较建议大家来连锁店型的嘛，因为那种 Vintage 是不会卖新款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新款，那你就直接来连锁店这种找比较快速。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有点洛梨色。不过我一开始还蛮想买这个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食品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我，所以就熄火了。那其实除了包包之外，它有非常多的码，各式各样的码啦、小飞码都在这边，好皮件类也都有。那其他蛮多就是Birkin 的25公分的，然后也是各式各样的颜色，而且其实他们这些二手店收的货啊，有很多 almost 就是全新款，然后或者是那种 S 等级、A 等级，然后可能连盒子啦、防尘袋都有的，所以其实大家在爱马仕专柜买不到不用难过，我觉得来二手店看，有时候会看到不错的货。然后其实除了 Birkin、Kelly 之外啊，我觉得蛮常在二手店看到的2个包款，第一个就是 Burberry， 另外一个就是 Picotin。所以如果大家非常想入手 Picotin 的话，也可以来日本的二手店看看，你要什么颜色它都有。然后Chanel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基本上会集中在 Classic Flap 型的，就是 Classic Flap 非常非常多，也是各式各样的颜色啦，然后还有大小都有。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二手店蛮常出现的是 Coco Handle 这个款式，所以如果喜欢这2个款式的话，比较容易找得到。
那第二家新宿的大黑屋呢，它基本上我去的时候它是只有开放1楼而已，它其实应该原本是有2层楼，可是2楼就封起来了，然后4楼是专门在收货的，不是饭店。然后它的橱窗呢，基本上摆比较多的是 LV 的包包，就是这种基本款啊，大家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的。但是一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Chanel跟爱马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绿色的这个 Chanel 的 Classic Flap， 我觉得这个 size 还蛮好看的。不过这个颜色我觉得平常搭配衣服比较不容易一点啊，不然我当时对这个包是挺有兴趣的。Burberry 也不少，Lindy 也不少。那其实我在这家店，我觉得看到比较有兴趣的呢，反倒是 Birkin， 它有蛮多 Birkin 跟 Kelly， 而且价格很好。那其中我看到这只，大家可以看到 Swift 皮革25的 Birkin 啊，这只包非常的便宜哦，我记得好像180几万日币。其实大家要知道 Birkin 25要买到180几万日币真的不太可能，它等于是30出头的台币左右而已。那这只包呢，我觉得我判定了它会这么便宜的一个原因是，第一个是它是 Swift 皮，第二个这个包包因为 Swift 皮比较软嘛，它是有一点点变得比较走形啊，就是它包包变得比较松软。那这个包因为价格真的太好，其实颜色也挺好看的，它现在已经在商谈中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讲的一个 tips 就是，如果大家在二手店里面啊，它的包包的价格啊，很多是可以稍微讲价一下的，不要差太多，它是有可能会卖给你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你觉得你跟二手店家已经讲好了，然后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，在这段时间它还是有可能卖给别的客人。如果别的客人愿意花比较高的价钱买呢，它还是有可能会被卖掉的。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看到喜欢其实真的不用等，你就把它买下来吧，因为有可能它在下一秒就卖给别人了。那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价格不错之外呢，我还看到了一个黑色的 Birkin， 而且是 Togo 皮黑金的25，这价格相对也还不错，它大概是卖200多万的一个日币，但我猜是可以稍微讲价的啦。所以其实大家觉得在店里面非常难爆出的款式，在二手店里面就是应有尽有。那接下来我要大推这家店是 Okura，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逛 Okura。Okura 它在日本有非常多的店，包含就是光东京啊，其实它的本店是在银座。那我逛的是新宿店，我觉得新宿店也相当不错，就是它的货非常的多。然后它其实在元素啦、歌舞伎町啦那边其实也都有店，然后甚至它在关西啦、横滨都有店。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有规模的店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上它的 online shop 去看一下。不过它 online shop 基本上只寄日本当地，就不寄到海外就对了。大家去它的店里，至少它的 online shop 会告诉你说每一个产品在哪一家店，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去哪一家店买到这个产品。然后另外呢是它网络上的价格会比它店的价格大概贵可能10到12%左右。所以大家看了之后呢，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去店里面看。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食品嘛，第二个价格真的比较便宜。那我这次在 Okura 买到就是这个 Berlin 27，我觉得它是非常新的，基本上就是全配的状况，就是防尘袋啦，然后还有雨衣啊，以及盒子什么通通都有。然后包包 almost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状态，就是 S 级的。我买的是70万的日币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划算。那我当时看到在柜上，它摆了3支不同的颜色，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到就照片里面那3个颜色。那我一眼就看到中间的这个颜色，就是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这个颜色就是极致粉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家店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卖的品项都是比较热门的品项，包含了就是大家喜欢的 Mini Evelyn 在这边也有，然后还有像 Kelly Porsche。这里也有。那当然，我觉得不可少的就是 Kelly 的25，Birkin 的25。然后这家店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其实有卖 Vintage 款式不多，但价格很好。我在店里面看到了这一支，这个也是我很早期在日本二手店买的。那因为我比较早买嘛，我当年买的价格其实还不错，我当年买的大概是18、19万的台币。那现在要买到这个价格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但如果大家非常的想要买 Kelly 的包包，然后你的预算相对比较有限的话，就是你可能预算不到30万，我就会建议大家去二手的连锁店型的这种，像 Okura 这种的。那你可以找的就是这种我们讲的 Kelly 28的尺寸，然后可能是 box 皮的。通常这样的包包的包龄啊，都会超过30，可能25到30几年，所以它的包包本身是有机会买在就是20来万，然后就是不到30万的价格。我这次在 Okura 看到了一只，它好像大概是120几、130万左右的一个日币，然后它的 condition 状况其实相当的好，也就是它不到30万台币，大家还是有机会入手一个非常标准的，就是黑金的这种 Kelly 28的包包。
那 Okura 其实除了就是包包之外呢，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劳力士啊，它卖超多劳力士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在 Okura 的新宿店的旁边，就有另外一家也是蛮知名的连锁店，叫 Watchman。它这家店呢，它总共是有 B1 1楼跟2楼，不过当天的2楼应该是被 VIP 封了，因为我就看到 sales 是上去，然后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不能上去，所以我猜他们应该有大户在里面。那这家店的货也非常的齐全，特别是如果你喜欢爱马仕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看一下。它的总店呢是在银座，那银座店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家店。然后这家店我在新宿店看到什么东西呢？一进去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满满的 Chanel， 特别是一些热门款啊，像是Boy 啦，然后 Classic Flap 啊，然后还有像是 Coco Handle 这边都有，而且其实 condition 状况都还不错，价格也不错。那另外一柜我看到是比较偏 vintage Chanel 型的，比方说大家可能看过就是 Duma， 不过它 Duma 是 regular size 的，然后还有像是Chanel 的非常知名的化妆包，这里也有。那另外我觉得它有一面墙啊，满满的就是各式各样的 Birkin 跟 Kelly。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25的尺寸为主，那它各式样的皮革啦，颜色也这边都有。那它的珍稀皮革我觉得蛮多的，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爱马仕、Birkin、Kelly， 尤其是珍稀皮革的，大家可以在这家店可能会看到比较多选择。最后一家店我要介绍的呢，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知道，就是 Brandhof。Brandhof 在台湾其实是有店的，那它的总店是在银座。银座这家店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看一下，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喜欢爱马仕，它的爱马仕的 collection 真的蛮惊人的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颜色、各式各样的尺寸，通通都有。这次我其实是没有去银座店，那我过去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蛮惊艳的啦。那我知道它其实最近它又进了蛮多的货，应该也蛮多 YouTube 有去介绍的。那这家店呢？就是属于如果你就是以 Birkin、Kelly 就是为你想要买的这个包包手款，那我觉得这家店千万不要错过。那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就是去银座店看。那这就是我今天帮大家介绍的一些内容。那我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，就是还有哪些二手店你们逛过，你们觉得非常好，欢迎大家分享给我。那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记得要去点赞跟订阅哦。